死！给我泼醒他！我不是刚下夜班，骑着小电驴儿回家吗？然后我就到了这里。于小满，你偷盗太医院醒神丸，害得陛下险些断药，罪证确凿，还不认？什么醒神丸？什么陛下？啊！还敢装傻！来人，先打20板子，若是还不招，就拖去慎刑司。不是我偷的，我没有偷药。哼，宫里最不缺的就是你这种嘴硬的小蹄子，打到你招为止。完了！摄政王驾到！参见摄政王。摄政王怎么会来冷宫？该不会刚逃过板子，又撞上更可怕的活阎王吧？王爷恕罪，老奴正在审一个偷药的小宫女，污了王爷的眼。那是我给饭团带过的铃铛。饭团刚被我捡回来时，瘦得皮包骨，又胆小又粘人。我怕他走丢，就在他项圈上挂过一枚铜铃。这枚铃铛怎么会在萧燕身上？饭团，贱婢，你敢辱骂王爷！你刚才叫我什么？这枚铃铛，这股味道，还有他此刻的眼神，不可能都是巧合。淀粉糖1根3块，2根几块？5块。那我再问你，充了9块9的视频会员后，第一件事该干什么？取消自动续约。是他，真的是饭团。饭团，坐下。你终于来找我了。你真是饭团。饭团，你怎么变成人了？别哭，我在。我会保护你。来人！王爷，冷宫长侍周氏私设刑罚，构陷宫人，拖下去审。不，王爷，老奴冤枉，老奴是奉太后娘娘。太后？太后？看来原主偷药这事，果然不是普通宫女内斗。摄政王好大的威风！参见国师大人。你身上为什么有他的狗味儿？这个语气，这个嫌弃劲儿，这个一开口就精准攻击狗的方式，不会是……裴兆雪，他是我的人。你的？你问过他了吗？高冷、嫌弃，仿佛谁都入不了他的眼。像我家那只白猫雪饼。别靠近他，他脾气差，还挠人。蠢狗，你说谁？你说谁蠢狗？
放肆！雪饼，他今晚住观星楼。凭什么？凭我干净。裴昭雪，主人，你先认出他的事，我可以不计较。他先叫的是我，那是因为狗味太重，熏到他了。你再说一遍。纯狗。你们两个都变成人了，能不能不要一见面就打架？他抢你，是他太吵。很好，狗还是那只狗，猫也还是那只猫。所以你们也记得现代的事？记得。自然。车祸之后呢？你们疼不疼？有没有害怕？我不疼，只是不喜欢那个箱子。他最讨厌被关起来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有护好你，与你无关。裴丈雪，你还装？就是一只绿茶猫。纯狗，你最好想清楚再说。我想得很清楚。妈，你养了2年的那盆薄荷，就是这绿茶猫手牵8岁的。是雪饼扒的。他还把土弄到我垫子上。我只是检查土质。你检查完还把爪印按在我窝里。谁让你的窝那么空？第2天你上班后，这绿茶猫还从冰箱上跳下来，用爪子挠我。我只是路过。你路过能精准路过我的脸？你的脸太大，避不开。雪饼，薄荷真是你扒的？不怪我，是他太嚣张。薄荷怎么嚣张？他比我先晒到太阳。你听听，这是正常猫能说出来的话吗？我是猫，不正常很合理。纯狗，你要翻旧账是吧？妈，有一件事我实在是不吐不快。去年有段时间，你发现我连续好几天没拉粑粑，你把我带到医院，又拍片又灌肠又买化毛膏。对啊，我当时以为你便秘了。其实根本不是我的问题，我的粑粑都被他……你吃了雪饼的粑粑？我现在改了，不吃了。连续7天，那是年轻不懂事，还挑新鲜的。裴兆雪，所以我花了800块给雪饼查便秘，最后问题出在饭团嘴上。我那时候不知道那东西不能吃。你知道，你每次吃完还舔嘴，那是清理证据。你还知道清理证据？你们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会变成摄政王和国师？我醒来时就在摄政王府。我醒来时在观星楼。这具身体原本受了很重的伤，像是快死了。我醒来后，脑子里有一些他的记忆。我也是。王爷，宫里来旨，说于小满偷盗御药，案情未清，暂不得离宫。太后娘娘令人将他调去御花房，听候查问。他敢？御花房。承明殿近来要办赏花宴，御花房这个时候缺人，倒是巧。巧，宫里最不可信的就是巧。我带你走。你带他出宫，明日弹劾你的折子能堆满勤政殿。那又如何？蠢狗。你说谁？好了，你们别吵了，我去御花房。不行，不能去。我现在只是个小宫女，背着偷药的罪名，如果直接被你们带走，所有人都会觉得我心虚。倒不如去御花房看看，他们到底想做什么。危险。太后不会无缘无故调你。我知道危险，可是我不能永远躲在你们身后。以前是我照顾你们，现在换你们保护我，我很高兴。但我也想弄清楚，到底是谁害了原来的玉小满，又是谁让我们来到这里。我陪你。我会盯着。他先摸了我。幼稚。你嫉妒？我只是嫌他摸完狗没洗手。行，
正事还没查，又开始了。成明殿3日后设赏花宴，你负责照看这盆玉芙蓉。若出了半点差错，你这条命赔不起。这种香味让我想起某些对动物有刺激性的植物。奴婢记住了，姑姑放心。新来的？我是太医院沈听兰，来给成明殿取花样。太医院，现在最想查的就是太医院。沈医官，不知为何，他的眼神有些奇怪。沈医官，奴婢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，只是觉得你说话声音有些耳熟。耳熟？沈医官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成明殿来人催花，说陛下今日就要看玉芙蓉，不是3日后吗？说是小皇帝夜里惊悸，太后娘娘想让陛下先看看花安神。还愣着做什么？把花送去成明殿。这花根部有些潮，贸然搬动恐怕会伤根，不如……贵人要花，还轮得到你推三阻四？现在不能硬碰硬。本王倒要看看，谁敢让他办。他怎么来了？有人欺负你？没有，你别乱来。他们让你搬有毒的花，你闻出来了？难闻。王爷明鉴，这花是太后娘娘吩咐送去成明殿的，绝不可能有毒啊！所以你是说，本王撒谎？别急，你说，这还是那个传说中一句话能砍人的摄政王？沈医官，可否帮我看看这里？是药粉？不可能！确实不是毒，但若与玉芙蓉花香混在一起，会诱发心悸。陛下体弱，闻久了，轻则昏厥，重则丧命。这人不简单。完了完了 ，BBQ 了！完了完了 ，BBQ 了！这句话，小满回来啦，豆豆饿啦，完了完了 ，BBQ 啦！豆豆，小满回来了，豆豆饿了。完了，第3只也来了。萧燕好歹只是蹲下，裴天雪好歹只是被摸下巴后僵住。小满回来了，豆豆饿了。小满回来啦！坏狗走开，坏狗走开！你说谁坏狗？坏狗走开！别动手，这是豆豆。那只吵得要死的鸟。蠢狗，蠢狗，快走开！饭团，妈，他骂我。他以前就这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以前也骂，以前也骂。豆豆，你也闭嘴！怎么连太医院最年轻的天才医官沈听兰也像只鸟一样听他训？你也有这具身体的记忆？有，沈听兰是太医院院判的弟子，过目不忘，善验毒，只是身体弱，常年喝药。你什么时候认出我的？其实第一次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觉得熟悉，可这具身体太会装人，我一时没敢叫。那时候他羽毛掉了一半，被关在脏笼子里，老板嫌他吵，差点把他扔掉。小满回来啦，小满辛苦啦，豆豆饿啦。后来我一个人加班到半夜，推门听见那几句话，就觉得家里不是空的。妈，你摸他，摸我摸我，闭嘴！坏狗吃醋，坏狗吃醋！再说一遍，都闭嘴！那盆玉芙蓉是谁动的手脚？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但药粉不是御花坊能随便拿到的，至少和太医院有关。太后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如果花真的害小皇帝发病，我这个送花的小宫女肯定第一个背锅。他想试探你。冷宫那件事后，他知道我护着你，如今又牵出裴昭雪，他自然要看看你到底凭什么，也可能是想看看你出事之后，我们会不会失控。有人在观察我们。
有人知道我们异常，甚至有人想利用我们。于小满，太后娘娘有旨，玉芙蓉出了问题，由你亲自去成明殿向陛下请罪。不去，成明殿不安全。我要去，放心，我不会有事。我陪你去。我也去。成明殿，我比你们熟。又来一只绿茶猫，绿茶猫。我感觉自己不是穿越进了皇宫，我这是把家里的宠物园搬进了皇宫，而且全都变成了惹不起的大佬。苦，冷。小皇帝久病，成明殿常年煎药，药味太重，反而不像养病。什么意思？别靠太近。这香有问题。我不是毒，是压药味的香。压药味儿。若只是寻常汤药，没必要用这么重的香遮掩。除非成明殿里还有别的味道不能让人闻见。陛下醒了。这就是小皇帝萧景寒，传闻他自幼体弱，几乎没出过成明殿。奴婢于小婉见过陛下。姐姐，陛下，你终于来了。那是我以前给糯米做过的铃铛绳。糯米胆子小，又总喜欢钻沙发底，我怕找不到它，就给它做了一个小铃铛。糯米，过来。陛下，陛下，糯米不怕，我在。第四只，第四只，松手！姐姐，他凶我，看见没有？这才叫会争宠。4只了，已经4只了。如果元宝也在，这皇宫会乱成什么样？于小满，陛下玉体尊贵，不得无礼，还不退下？不要。陛下，她只是个宫女。朕知道，可朕就要她。好得很。现在知道急了。朕就要她。豆豆，别学这个。陛下，太后娘娘让于小满来，是为了玉芙蓉一事请罪。请罪？是，玉芙蓉险些害陛下发病，虽查出花盆有异，但花是由她看管，难辞其咎。果然，奴婢确实看管过玉芙蓉，但花盆中的药粉并非奴婢所放。若陛下准许，奴婢想问青罗姑姑几句话。你审我？奴婢不敢，只是奴婢想保命。问，姑姑说玉芙蓉险些害陛下发病，可花还没送到成明殿，陛下也没见到花。既然如此，姑姑如何知道她一定会害陛下发病？这是审医官验出来的。那姑姑为何不说花中有异，而是直接说于小满害陛下发病？你强词夺理。还有，太后娘娘原本定的是3日后赏花，为什么今日突然要看花？若不是突然提前，药粉藏在花盆里，恐怕要到宫宴当天才会发作。那时候花经奴婢之手放入成明殿，奴婢才是真正百口莫辩。放肆！你是在怀疑太后娘娘？他怀疑不得。太后若清白，自然不怕查。陛下，奴婢只想知道，今日突然要花，是谁提出来的？青罗，母后说过，成明殿的人不许撒谎。陛下恕罪，是太后娘娘身边的刘姑姑传话，说陛下夜里惊悸，想看玉芙蓉安身，奴婢只是奉命行事。果然是太后。姐姐，
我头疼。刚才不还清醒得很？王叔，朕病了。你少装。姐姐，他又凶我。我不是看不出糯米在装，只是他的眼神无辜的像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每次我都骂不下去。现在变成小皇帝，杀伤力更大了。好了，糯米，陛下先休息。姐姐今晚留下陪朕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不好，不好。朕只是害怕，朕怕姐姐又不见了。他是真的怕被丢下。我不走远，就在外间。主人倒是心软，他以前胆子就小。他现在是小皇帝，可我是糯米。会装，太会装。臣弟见过太后娘娘。奴婢见过太后娘娘。你就是于小反？是。抬起头来，倒是个清秀孩子，难怪摄政王、国师和审医官都护着你。娘娘误会了，王爷和国师只是查案，审医官只是验毒。本宫还没说什么，你倒急着解释。果然。说什么都是错。玉芙蓉一事，本宫已经听说了。既然花中有意，于小满看管不严也该罚。证据未明，罚什么？摄政王，宫有宫规，若人人都因背后有人护着，便可免罚，这后宫岂不乱了？奴婢愿意受查，但求娘娘查清是谁在花盆中动手脚。自然。来人。先将玉小满带去偏殿问话。问话？这怕不是一进去就出不来了。娘娘，陛下又发病了。怎么回事？陛下说要于小婉。这兔子又开始了。母后，环儿，哪里不舒服？儿臣方才睡着，梦见自己掉进很黑的地方，醒来后只有听到小满姐姐的声音才不怕。她只是个宫女。母后，儿臣求你。糯米这副样子，真的让人很难拒绝。既然小皇帝需要你，你便暂留承明殿侍疾。奴婢遵旨。于小远，小皇帝体弱，若他因你有半点闪失，本宫绝不轻饶。奴婢明白，眼里哪里还有半分迷糊。糯米，姐姐，你装病？我本来就病了。你刚才咳得太假了。可是姐姐差点被带走。他们要关你。糯米胆子小是真的，可他也会用自己的方式保护我。所以你就装病留他？你承认的倒快。王叔若有用，也可以装。这只兔子比那只鸟有意思。姐姐，承明殿不安全。我的药里有醒魂散。醒魂散？母后说那是救命药，可我每次喝完，都会听见不属于我的声音。不属于他的声音，这难道是我们会来到这儿的原因？我终于获得片刻安静。还有剩下那只仓鼠元宝，会不会也在宫里？那是我救助过最贪吃、最爱囤东西的小仓鼠。谁？
这个也给你。桂花糕、金瓜子、钥匙、银票。你在干什么？给你藏东西。元宝，我现在有很多钱。以前我只能给你藏瓜子，现在我能给你囤好多好多东西。你怎么也来了？醒来就在陆家，他们说我是皇商少主，宫里的东西都要从我家账上过。仓鼠变财神，这身份也太合理了。你是谁？第五只。姐姐，他为什么在你房里？完了，5只齐了。姐姐，他也要留下吗？不行。成名殿本就不该留这么多人。我可以买大的。你以为有钱就能怎样？可以买很多。这只倒是实用。可姐姐答应今晚陪我。他何时答应了？姐姐，你答应了。我只是说等你睡着。那我还没睡着。你可以现在睡。你吃完再吵。狗还护食，猫还傲娇，鹦鹉还嘴碎，兔子还装乖，松鼠还囤粮。他们都还在。不管他们变成了什么样，依然是我捡回家的那群崽。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来这里，也不知道醒魂伞到底是什么，但既然你们都在，那我们就一起查清楚，谁害了原来的于小满，谁拿宫女试药，谁把你们卷进来，我们一个都不放过。好，我查观星楼旧档。我回太医院查药方。我可以查成名殿要案。我查账。很好。但妈咪今晚跟我走。刚说完正事，你就开始发疯。姐姐答应陪我。我买了院子。抢人啦！抢人啦！既然你们都不服，那就定规矩。什么规矩？从今天起，你们不许随便闯我房间，不许私自决定我住哪里，不许打架，不许互相陷害，不许在我睡觉的时候吵架。饭团负责明面安全。我收你。雪饼负责暗中查证。可以。豆豆负责验毒和记录。会记。糯米负责成名殿线索。姐姐放心。元宝负责账册和物资。都给你。很好，只要分工明确，应该就不会太乱。为什么我不是第一？因为狗不用识字。你想打架？姐姐，我身体不好，能不能多分一点时间？我买时间。买时间。果然，5个人已经围着，谁排第一，谁守夜，谁能陪吃早饭吵了起来。我错了，5只宠物凑齐后，我的小命迟早要被他们吵没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守夜。现在是早上。守到早上。我来换药。我没受伤。补水。我在记录你夜里翻身次数、咳嗽次数、呼吸是否平稳。姐姐，我夜里惊急，想来看看你。你从成名殿走到这里来看我，我怕你不见。我昨晚写的户主轮值表呢？碎了。很好。谁撕的？不是我。昨夜有人嫌自己排在猫后面，
偷偷把自己的名字改到了第一。猫眼神不好，看错了。你再说一遍。姐姐，我看到王叔和国师都碰过表，我看到审议官也拿去念了。念完就碎了，念完就碎了。案子还没查明白，家里已经内讧了。停！从现在开始，谁再不按规矩来，今天就不许靠近我3步以内。3步太远。确实。5步。我去查外围。我回观星楼。我回太医院。我回成明殿。我去查账。又来了。太后娘娘懿旨，太后娘娘有令，于小婉侍病有功，特调入司乐籍，即刻上任，不得延误。我刚查到醒魂散和四月简有关，太后就把我调过去，这是把羊送进狼窝。她不去。太后急了。姐姐，别去。思苑姐的锁是我家做的，能开。劳公公回禀太后娘娘，奴婢去。是。正好。他想让我进四月姐，我也想看看那里到底藏了什么。你就是于小满。是。太后娘娘说你机灵，特意调你来帮忙。成明殿药册金贵，若有半分差错，你这颗脑袋可就保不住了。奴婢明白。先去西库，把成明殿近3个月的药材账册搬出来。西库，正是元宝给我钥匙的地方。昨晚又抬出去一个。嘘，别说了，让崔公公听见，你也想被送进后院。可他才14。后院。奇怪，昨儿还好好的。公公，不如让奴婢试试。你会开锁？奴婢只是想着许是角度不对。还真开了。你自己搬成明殿药册，动作快点。是。主容器，原主根本不是偷药被冤枉那么简单。看见不该看的东西了。你比我想象中胆子大。崔公公说笑了，奴婢只是来取账册。是吗？摄政王、国师、审医官、小皇帝，还有陆家那位少主，他们都围着你转，你到底有什么特别？奴婢不懂公公的意思。没关系。很快你就会懂了。这是萧燕早上塞给我的。他说遇险就吹。谁敢动他？你找死！饭团，别杀他！他伤你，他还有用。拿下！你是不是不舒服？没有。
醒魂香的味道。饭团儿，看着我，坐下。呼吸慢一点，呼吸慢一点。很好。真乖。你来晚了。我去后院了。后院？那里关着3个还活着的噬药宫女，还有一间密室，里面有不少用过的药具和未焚毁的记录。醒神丸只是太医院对外的名字，真正的方子叫醒魂散，制成丸是醒神丸，焚成香便是醒魂香。我看过了，醒魂散确实不是普通药，里面有几味药会让人神志混乱，记忆错乱。如果剂量足够大，也许能让一个人的意识被另一段记忆压过去。姐姐，师尊检近5年才买账，全在这里。啊，这么快？我早就备份了。你倒有点用。你倒是熟练。猫开门比狗撞门文雅。哼，你再说一遍。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。别过来！我不喝了，我不喝药了。别怕，我们不是来给你喂药的。真的。真的。都还活着，但药伤很重，必须立刻带出去。我有药材。你是不是冷宫的于姐姐？你认识我？我叫阿芝，以前也在冷宫。周嬷嬷说你偷药被打死了。于姐姐，我看见了，你没有偷药。那天是刘姑姑把药匣塞进你床下的。刘姑姑，太后身边的人，我不敢说。后来他们就把我带来了这里。你愿意作证吗？别怕，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。我愿意。有人！追！下手轻了。猫抓老鼠要留活口。他复读了！死士！母后不会让这些人活着出4间前。姐姐，若要保住他们，今晚就不能留在宫里。送去王府。王府太显眼，送观星楼。观星楼能藏几个人？至少比狗窝干净。我有院子，宫外3进宅，后门连着陆家仓道，能藏人，有药，有粮，有炭。不愧是仓鼠，我永远准备的比谁都多。可以。我派人暗中护送。我拖住母后。你怎么拖？我会病。于姐姐，我们会死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家财很多。到了。药房、厨房、炭房、净室、空厢房，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后花园。本来想送给你当窝。你今天做得很好。谢谢元宝。你摸他，当着我们的面。偏心，偏心！我就知道，安静不到半刻钟。少主，宫里传来的。太后召集内廷，
明日午时公开审问司月金案，于小满为首犯，摄政王、国师等人皆有包庇之嫌。太后这是要先下手为强。他敢审你？他不是要审主人，他要审我们。母后想把这件事定成小满蛊惑朝臣，扰乱宫位。明天我们去。危险！他想在所有人面前给我定罪，那我们就让所有人看看，真正有罪的是谁。账册能带进去吗？能。药证能当众验吗？能。密室证据能送到殿上吗？已经在路上。如果太后要动手呢？我在。那就够了。明日就是我第一次真正站到太后面前，不是以戴罪宫女的身份，我是带着那些死去宫女的名字去讨一个公道。奴婢于小满见过太后娘娘。起来吧。娘娘要审奴婢，奴婢跪着听便是。你倒是懂规矩。我不懂，我只是怕一会儿吵起来没地方躲。摄政王到！摄政王今日也有空来听审。本王是苦主。苦主？他被冤，本王心情不好。饭团，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国师大人到。国师也来了。本座昨夜观星，今日殿中有冤气。雪饼，你也很会。恒儿，你病着，怎么来了？母后，儿臣也想知道自己的药里到底有什么。既然人都到了，那便审吧。于小满，你私闯私幼典西库，偷取药册，煽动宫人逃离，又引摄政王禁军围堵私幼典，你可知罪？奴婢不知。你不知？奴婢进司药馆是奉娘娘懿旨，入西库取账册是崔公主交代。至于救走宫女，奴婢斗胆问一句：若他们不是被私自囚禁试药，又何来逃离一说？大胆！他胆子是不小，本王惯的。稳住，不要笑。于小满，本宫今日给你机会，是想听你认罪，不是让你狡辩。奴婢没有狡辩，奴婢有证据。这是从司连井西库铁匣中找到的试药录。娘娘明鉴，这是伪造的。于小凤心怀不轨，伙同外人构陷司元景。我还没念，你急什么？春桃，冷宫宫女，服醒魂散半钱，3日后高热而亡。阿柳，浣衣局宫女，服醒魂散1钱，7日后亡。小顺子，洒扫太监，服醒魂散1钱半，夜半自尽。那副长是还想狡辩？这些名字谁知道是真是假？是真的。这些人死后，司监可都从内库支过一笔安葬银。这是醒魂散药材采买，这是冷宫浣衣局慎刑司近5年异常死亡名册，这是司月简与太后宫中刘姑姑往来的出入记录。元宝平时喜欢囤东西，真是太好了。本座昨夜在司卫郊后院密室中找到了未分毁的药具、残药和3名还活着的试药宫女。国师慎言，司卫郊乃宫中重地，岂容你私闯？太后娘娘说错了，本座不是私闯，本座奉先帝遗诏，有监监察禁药之权。
看来猫也很有用。哼，这个时候你也要吃醋吗？环儿，这些人说了这么多，你也要信他们吗？母后做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你。母后，儿臣想活，可儿臣不想踩着别人的命活。这是儿臣每日所服的醒魂散，请沈一湾当众验药。涵儿，母后，收手吧。好，好得很。一个小宫女竟真有本事，让本宫的儿子也站到你那边。捂住口鼻，是醒魂香。既然你说他们都听你的，那本宫倒要看看，他们失控之后，第一个撕碎的人会不是你？王爷，别过去！我太熟悉饭团了，以前饭团被爆竹下了时也会这样。不是想伤人，是他太害怕，所以只剩下攻击本能。不要喝，不要喝药！小满回了，小满回来了，喝。于小满，本宫给过你机会，现在跪下认罪，本宫可以留你全尸。不能慌，如果我慌了，他们只会更失控。别靠近他！饭团，坐下。看来摄政王也不是时时都听你的。饭团，看着我，不是敌人，是我。乖，不咬。妈，坐下。我没伤你。饭团最乖。雪饼，别碰我，我会伤你。我不碰你，你看，我在这里。雪饼，回家了。你先去哄狗。这种时候还吃醋，很好，说明还是我的猫。因为饭团会咬人，你会忍，我不想忍。那来我这里。放肆！雪饼也最乖。我才最乖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争？不要喝药，不要关笼子。豆豆不吵，豆豆乖。
难怪醒魂香会刺激他的恐惧。豆豆，只听我的声音，只听小满的声音，跟我说小满回来了。小满回来了。豆豆饿了吗？豆豆饿了吗？吃。豆豆饿了。别丢下我，别关门，姐姐。糯米，糯米不怕，我在。姐姐，你会走吗？不走。会把我送回笼子里吗？不会。我很乖。我知道，糯米一直很乖。不能丢，丢了就没有了。元宝，这些可以丢。要囤了才安全。东西丢了没关系，你不能丢。我？对。我不要你给我藏会伤到你的东西，我只要你好好的。我有很多东西。我知道，可是我最想要元宝。5个仔终于都哄好了。太后娘娘，现在轮到你解释了。好一出主仆情深，可是你们不要忘了，他们皆因你一人失控，这不正说明他才是祸乱宫廷之人吗？母后，环儿，你身体不好，别再掺和。醒魂香是母后让人点的。寒儿，香炉是母后身边的刘姑姑亲手换的，殿内窗户也是她命人提前关上的。若不是姐姐让他们清醒，今日殿中恐怕早已见血。你为了一个宫女，指认你的母后？母后，儿臣不是为了她，儿臣是为了那些死去的人。你从小病着，是谁日夜守着你？是谁为了让你活下去费尽心寻药？所以儿臣一直不敢问，那些药是从哪里来的。这是儿臣3年前无意间看见的药方残页，母后说这是救命药。可后来儿臣在成明殿后殿听见刘姑姑说，冷宫那批宫女体质不好，药效不稳。儿臣那时就知道了，我喝的每一碗药都不是干净的。糯米胆子小，可他不是不懂，他只是太害怕，太想活，所以一直躲在病落小皇帝的壳里，不敢看真相。现在他终于站出来了。所以你一直在骗本宫。母后也一直在骗儿臣。他方才想逃出宫。他在宫外有宅子，银钱从私业简按账支出。他身上还有未用完的醒魂香，人证物证俱在。娘娘救我！娘娘救我啊！是太后娘娘命奴婢做的，醒魂散是翠无绝炼的，药人是4月景挑的，冷宫那个于小满也是娘娘点名要留下的。贱婢，胡言乱语！娘娘，奴婢跟了您20年，您不能让奴婢一个死啊！来人，刘氏污蔑本宫，拖下去！王爷有令，今日殿中所有涉案之人不得擅离。摄政王，你要逼宫吗？
本王要查案。查案？你们一个个被于小满蛊惑，还敢说查案？来人！娘娘的人进不来了。娘娘宫中暗道，本座也疯了。毒药也收了，前路断了。成明殿不会再替母后背书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只是个打工人，只是个养了5只崽，还天天被他们气到头疼的普通人。我是于小满，也是来替那些没有机会说话的人说话的人。好一个于小满！可你以为倒了本宫这件事就结束了吗？醒魂散不是本宫发明的，司药监也不是本宫建的。真正想换魂断命的人是先帝。你们查吧，查到最后，你们会发现，这座皇宫从根上就是烂的。于小满，你救得了3个宫女，救得了一整个皇宫吗？试试看。奇怪的是，他们今天竟然没有吵。你们怎么都不说话？太后的话不一定是真。未必。关兴娥旧档里，先帝晚年确实频繁召见司卫节监正。醒魂散药方用的几味药，寻常太医院不会碰，倒像是早年宫中秘药体系。20年前4监采集过大量罕见药材。父皇晚年，宫中确实死过很多宫女，所以太后只是接着先帝留下的东西继续用，很可能。饭团儿，我这具身体里有一些原本的记忆，先帝临终前曾召我入宫，那段记忆很乱，我只记得先帝身边有很重的药味，还有很多被红线吸住的红线铃铛。铃铛是醒魂实验的标记。醒魂散里有一味药叫引魂铃，晒干后摇晃会发出细碎声响，故名引魂铃。古书记载，它会扰乱人的神智。所以铃铛不是巧合。饭团腰间的铜铃，糯米手腕上的红绳铃，也许不是单纯跟着他们穿来，而是某种被醒魂散牵引出的标记。我也有。我醒来时，他就在观星楼密匣里。5只宠物，每一都带着铃，这绝不是偶然。先帝可能早就做过5个换魂实验，而你们穿来的身体，都是实验留下的目标。摄政王、国师、医官、小皇帝、皇商少主、武力、情报、医药、皇权、钱粮。若有人能控制这5个人，就等于握住了整个大圣。我明白了，为什么太后那么在意我，为什么司小简问我有什么特别，因为我是唯一能稳定这5颗棋子的人。你脸白。我去查先帝寝宫。我去观星楼找20年前星道。我查引魂铃。我问成明殿老工人。我查20年前才买。我的崽好像真的长大了，虽然平时还是幼稚，但关键时刻，他们已经不是只会围着主人争宠的小动物了。妈，等我回来再摸头。凭什么先摸你？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姐姐今日还没摸我。好吧，长大了，但没完全长大。哎呀，观星楼真高，高到我爬到一半就开始后悔。雪饼，你以前也这么喜欢爬高？猫喜欢高处。
那你现在还喜欢吗？喜欢。上来。好高，这里能看见整个皇宫。所以你以前，我是说这具身体的主人，一直住在这里？他原本就是观星楼主，他自幼被送进宫，学星象、历法、密当，也学如何替皇室保守秘密。他死了吗？我不知道。我醒来时，他的记忆没有完全消失。有时候我会梦见他，他站在这里，看着宫里一场又一场火。原来的主人，他们原本也都有自己的故事。20年前，先帝病重，司卫沿线醒魂方，观星楼奉命测算5命格，分别对应兵、星、药、军、财。兵是摄政王，星是国师，药是医官，军是小皇帝，财是皇商。5重身份果然对应5条命脉。5命若成，可定国运，可续帝魂。续帝魂？先帝不想给别人续命，他想把自己的意识转进能承载国运的身体里。所以那些吃药的宫女太监都是为了给他铺路？是。武灵归位，主容器起。主容器？我是主容器？也就是说，一旦5个带灵的人全部归位，5枚铃铛同时放入先帝寝宫的阵眼，我这个主容器就会被启动。太后不一定知道全部真相，她以为醒魂伞只是续小皇帝的命，但先帝留下的局也许还没结束。那先帝呢？他不是死了吗？也许死了，也许只是没有醒。这故事怎么从宠物征收变成恐怖片了？怕了。怕，但怕也得查，因为如果不查，你们就可能一直被这些药和铃铛控制。你总是这样。哪样？明明自己也害怕，却还要先把别人抱回家。以前我被你捡回去的时候，身上全是伤，你其实也怕我抓你，可你还是把我裹进了外套里。你那时候很凶。我没有。还咬我？忘了。国师大人，舒服吗？不舒服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偷摸猫，偷摸猫。姐姐说今晚不让我们进院，却来摸国师。我带了夜宵。我真的只是来查密档，为什么也能变成修罗场？他先摸的我。完了，今晚又别想睡了。